在我们中国古代有很多神话传说。记得去年有部电影《哪吒》很火爆，火爆到了国外，票房很高。其实那样的童话传说很多很多，但是在我们湘西也有这样的一个神话传说。我刚刚是绕着大树走了一个半圈，整个树干的直径达到了5-6米左右。这是一棵生长了将近550年的重阳木，属于国家一级保护植物。其实它有个故事非常非常的动人，当地老百姓在这里繁衍生息，和这棵大树息息相关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拍一个很特殊的视频，不介绍房子了，介绍一下我们湘西的一些神话传说。那这个古树它是怎么由来的呢？这边是有一个简介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这里是属于保定县长潭河水营村他卜组有个重阳木的介绍。相传啊，在很多年前，有穿越游水考古队在保定长潭河发现了一棵巨型的重阳木。后面呢，吉首大学通过一个研究，大概把这棵古树呢研究出来，大概它的树龄啊在550年左右。但是当地的一些老人就告诉他们，这棵古树远远不止这个年龄。那为什么呢？相传啊，以前保定这个地方是苗汉两族人在这里常年在这里繁衍生息，两个族人呢就相互之间争斗，发生过很多流血的事件。一直以来苗族都打不赢这个土家族。那苗族的苗王呢，有一天就专门请了一个瞎子的算命先生，给算了一卦。这个瞎子算命的算命师就说，原来啊，在保定长潭河他卜组有一棵巨型的恶兔肉，这是苗语的意思。意思呢，就是一棵很大的古树，也就是水游木，当地人说是水游木。当然现在我们说的是重阳木。他说啊，那棵古树已经成精了，一直是护着这边土家族的这些人，所以呢，我们从来都和他们打架都打不赢，每次总是输。那现在苗王就问，有什么方法呢？算命的这个瞎子师傅就说啊，那只有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，把族人聚集起来，把这个大树啊，在3更半夜的时候给它放倒，给它锯掉。那这个苗王呢，就召集了苗家的后人，将近好几百人，在深夜的时候拿着斧头、锯子，强行的把这棵大树砍倒。顺着关庄村，也就是下面有个村，位置比较低，倒下，然后这棵古树啊，血流了，一直是3天3夜，一直都没有干过。可是到了第2年呢，在这个古树的最底部，也就是兜部的位置，又长出来一棵小小的嫩苗，现在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。这棵大树呢，就是550年之前从那个底部长上来的。好，大家知道了这个之后，那这个长出来的嫩苗又变成大树之后，在很多年之后，他又继承了母亲的神力，化作了一个老人。当地的传说用一碗神水，在距离我们湘西不远处的四川、重庆、秀山的方向川河界一带，为当地的老百姓治病。凡是哪家有大人小孩有头痛脑热的，只要找到他，喝他一口他化的神水，药到病除。其实我们在当地都有这样的传说，很多东西科学解释不清楚，但是确确实实用几张纸
一烧，念一些咒语，放在碗里面一喝，真的就好了。小时候我都喝过，而且有一次我是卡住那个鱼刺，我也是这样子一化水就好了。当地人啊，因为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都找到了这个老人，就问起他，那你是哪里人呢？这个老人他就说他是湖南保靖县他补人。当时候整个长滩河还没有这个名字，就叫他补人，家住在山木弄河边，姓水。好，当地的老百姓因为这个事件还传说啊，这个老师傅也就是这个药匠很古怪，他在治病的时候啊，从来都不要老百姓的钱，也不会在别人家里吃饭，也不进别人的家门，就是在别人的屋檐底下蹲上一夜。比如说给你小孩治病了，你出来吧，然后我也不进你的家门，就在外面给你治好。你叫他在你家里睡一夜，他也不去睡，他就在屋檐底下有个角落处不漏雨睡觉就行了。这个事情过了很多年之后，四川那边的一些热心的老百姓为了报恩，就专门找到了湖南他补村这个地方，专门从那边开车过来几百公里，当时候可能有的是走路，骑马没有车，然后找到这边一问，没有姓水的人啊，当地人都说没有啊，怎么有这个事情呢？后面啊，当地人在这里想，总是想不通，但是秀山那边人呢，总是说这个老人就是姓水。当地的一些比较有一些迷惘的人就说，是不是村子里面的这棵古树曾经呢，因为我们当地都叫它水游木，水游木可能也就是姓水的原因。好，这个事情就说开了，一下子那边的人大家都知道，原来啊这棵古树已经成仙了，到处到外地行医救人。故此啊，很多年以后，常有一些善男信女，每到一些佳节的时候啊，备起一些贡品，择吉日到这边烧香来祭拜，祈求保护。看那边都挂着很多红色的布条，每到初一十五都会有人过来祭拜的。其实啊，这棵重阳木，它到了哪一年，比如说它的整个枝头开满了花，结满了果实，寓意的可能第二年就会出现一些重大的自然灾害。比如说在08年的时候就得到了证实，在07年的时候满树枝头硕果累累，但是到08年我们都知道非常罕见的冰灾，整个这个小动物山里面的鸟儿啊、兔子啊全部冰灾，包括我们老百姓的生活都是很困难。其实这也证实了水游木每年生长了很多果实的时候，它所代表的就是今年长满了果实，就是为了给这些飞禽走兽提供一些过冬的食物，同时呢也提醒人们做好一些防冻抗灾的准备。这样的传说我们不知道是真是假，但是当地人在这边繁衍生息，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传说，我相信肯定有它的依据。如今这边啊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村庄，底下是有长滩河，老百姓在这边繁衍生息，日子是过得越来越好。那视频前的朋友们，你们对于这样的神话传说有什么想法呢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。好了，我是石头，这期的视频啊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